联合国通过决议解除对古巴的封锁，美国与以色列为何坚决反对？古巴位于美国南部，它的地理位置使美国不能对其进行物理颠覆，也不能放任其发展。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，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一、古巴的基本情况。古巴是全世界唯一位于北美的社会主义国家，该国位于加勒比海与墨西哥湾的交界处，东面与海地隔海相望，南部与牙买加相邻，北部离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仅200多公里，双方之间的唯一阻碍就是佛罗里达海峡。古巴首都哈瓦那，这里是全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。哈瓦那位于哈瓦那湾附近，是一个港口城市，扼守墨西哥湾通往大西洋的门户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。殖民时期曾是西班牙在西半球最大的港口，其近岸水深约12米，可以容纳远洋邮轮。古巴超过50%的进出口货物会经过哈瓦那港，主要的出口商品是糖、雪茄和热带水果。古巴面积109884平方公里，全国人口约1147.2万。2023年，古巴 GDP 为4.48亿美元，同比增长3.3%。古巴的人类发展指数极高，医疗的发达使人民平均寿命达到78.3岁。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，即便像巴西这样发展还不错的国家，也存在超过1100多万的文盲。而古巴重视教育发展，全国公民的识字率达到了99%。在经济上，古巴一直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，现在还属于农业国家，主要的农产品有烟草、咖啡、甘蔗、热带水果等。甘蔗是古巴重要的种植作物，种植面积达到全国的55%，因此古巴制糖业发达。世界7%的蔗糖产自古巴，每年生产的蔗糖可以为古巴带来40%的国民收入。该国主要的经济支柱为制糖业、旅游业、镍矿出口等行业，其中旅游业是古巴的主要创汇产业。2023年，古巴旅游业同比增长50%，接待国际游客243.7万人次。古巴资源相对丰富，矿产主要以镍镉钴为主，除此以外，古巴还有以太民储量约200亿桶的石油。二、联合国敦促美国终止封锁古巴。据联合国官方发布的消息，10月30号，联合国大会以187票赞成、2票反对、1票弃权通过决议，再次敦促美国终止对古巴的经济、商业和金融封锁。1959年，古巴革命胜利后，美国政府一直对古巴采取敌视态度。1961年，美古断绝外交关系。次年，美国宣布对古巴实施经济、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。封锁范围从日常用品到燃料、药品，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的全部领域，这使古巴常年处于物资短缺中。根据统计，经过美国60多年的封锁，导致古巴累计损失超过1640亿美元。如果计入国际市场上美元对黄金价格贬值的影响，那么这一数字将超过13911亿美元。美国与古巴在2015年的7月份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。对于两国之间在商业、人员来往等方面的限制，美国政府都采取减少措施。等美国总统被特朗普接任后，对于古巴的政策再次收紧。2022年5月，美国政府宣布结束部分封锁措施，但是这个范围非常有限。仅2021年8月至2022年2月，古巴因封锁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38亿美元，是同期的最高纪录。2022年3月至2023年2月，古巴损失多达48.67亿美元，相当于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9.2%和同年出口总额的55.8%。财政状况的大幅下滑使古巴本已复杂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。而联大自1992年开始，每年都会对于美国封锁古巴的问题提出终止的决议草案，并对其进行大会表决。但是唯一的例外就是在2020年，受新冠的影响，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就被推迟了。这项大会表决已经连续32次以压倒性的多数票获得通过。不过，联大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，但具有重要意义，是国际意愿的表达。只有美国国会才能解除对古巴的经济、商业和金融封锁。3. 美国为何反对解除对古巴的封锁？虽然联合国大会已经连续32年通过决议，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制裁，虽然每次都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，不过每次都会有个别国家与美国统一战线。
然而，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介绍，美国的封锁已使古巴人民付出沉重代价。古巴目前80%以上的人口从出生起就在遭受封锁。对于此次联合国大会的决议，东欧的摩尔多瓦弃权，美国和以色列投下了反对票。很多人的观点都一致认为，这美以两国已经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。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冲突就可以看出，美国对于它的无限纵容，也说明了这两个国家对于联合国的宪章与国际规章制度的无视。反观美国西半球事务高级顾问在发言时就声称，美国坚决支持他们追求一个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未来。他甚至辩称，制裁是我们在为古巴推进民主、促进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，而对古巴做出的更广泛努力的一套工具。在地理位置上，美国与古巴之间只隔着佛罗里达海峡，该海峡的宽度为80至240公里之间，古巴到美国的最短距离只有150公里，几乎等于台湾到大陆的距离。如果从古巴乘坐飞机，只需12分钟就能进入美国领空。而且美苏冷战时期，古巴倒向苏联，并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。1962年，苏联在古巴布置核导弹，核战一触即发，最终双方相互妥协。另外，古巴还是扼守墨西哥湾的进出通道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南北美洲之间的关键节点。